有一天晚上，他在家的时候，他在冲凉的时候，突然间他的灯光就灭掉了。他赶快喊他的父母：“哎，爸妈，哎，不要再捉弄我啊！”可是呢，在暗的时候，那个灯光暗的时候，通过不透明的门 ，OK， 不透明的门哈，他看到一个身影，一个影子，就像一个身体一样。欢迎回到零度空间，来了！我们今天又要送礼物啦！耶！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你的故事。我们每一集播放过后，都会有很多观众 email 给我们，还有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你的灵异故事。所以我们今天选了几个最精彩的要分享给大家。对了，被选中的观众会得到我们零度空间的商品。来，我来介绍一下哈。你看我们后面这个镜子特别的可爱。你看，就像我们在 shopping mall 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他们放在地板，怕你滑倒，它叫 caution sign。哎，这个不是，这个是一夜暴富 ，OK， 就我们坏。哦，你看是镜子来的，好可爱，照妖镜。还有呢，你们如果有看我们的视频的话，都知道我们有这个 EZ-Link 卡，对吧？好，有黑的也有红的，还有我们的可爱的杯子 My favorite， 很可爱，你看，就是这个就好像很古董的那种杯子，你听到吗？就古董的杯子，哇，特别可爱的。Cheers，可爱。OK， 就恭喜我们今天要分享故事的观众们。OK，今天我们有4个故事，所以你们4个可以自己选，你们要哪一个 ？OK，They can choose. Yes。大家，这个你们在 office 做工的时候，对吗？我跟你讲，我现在放在我的梳妆台。你们在 office 做工的时候 ，after lunch time， 你们回去 office 可以这样开起来，看一下没有菜在你的牙齿，口红 touch up 一下，继续做工，继续一夜暴富。坏了。对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4个故事都很不同，很不一样。就在这视频里，我们要分享给大家的。Yes，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你们说我选的故事。对 ，OK， 可以，你开始吧。OK， 我开始。OK， 我选的这个故事呢是 Christina 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关于 Bukit Panjang 屋子闹鬼的故事。Yes，Christina 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她大概10年前在新加坡做工，然后在新加坡租房子。他租的房子是在 Bukit Panjang，一个 HDB， 然后这个祖屋呢位于在你乘搭bus，OK， 你 exit 那个你出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相信是 BKE，OK，Bukit Panjang 应该是 BKE， 你出 BKE 的时候第一个 bus stop，下车，那座祖屋在那边，然后那座祖屋的后面是一片森林这样子 ，OK。Christina 租的房间呢，是在这座祖屋的最高楼的一个角头单位 （corner unit）。角头 ？Yes，corner unit。OK， 这个5房式的屋子呢，主人房住着房东，然后 Christina 的对面的房间住着一个男房客。Christina 本身是自己一个人住，可是偶尔她的妈妈会从 JB 过来跟她一起住1、2晚这样子。OK。Christina 有说，她的妈妈，对某些东西很敏感。OK， 我相信她说的是灵异这方面。OK， 所以有一天在清明节的时候，每个人都出去做工了，只有房东跟 Christina 的妈妈2个人在家。Christina 的妈妈在的时候，对吗？房东都会跟她的妈妈聊天的。他有跟他的妈妈提过，他是这间房子的第3个屋主，然后他是以低价过手的。低价过手 Yeah, so I think it's below market rate. She bought it at below market rate. And 你知道新加坡的屋子都是很贵，
你 below market rate 买，你就会感觉到，哎，好像有点，现在这样听好像有点不对劲，对不对？呀，所以每个人都在这个清明节这个某一天，每个人都出去做工。Christina 的妈妈就在房间，听到外面有人一直开门、关门、开门、关门、开门、关门，她就觉得不对劲，然后很好奇，又有一点忧虑，她就要出去查个究竟。OK， 她在房间对吗？她就开房门，她一打开房门，有一个在漂浮的阿嬷。在他的房门外看着他。房门外 ，yes， 他一开门，那个 floating 的阿嬷就在他的门前面。我可以问一下，是白天吗？还是晚上？他没有说，不过我相信是晚上，所以可能 Christina 做工蛮迟的，做夜班还是什么。然后你会觉得你看到了，你要关门对吗 ？Christina 的妈妈开门看到那个漂浮的阿嬷。他跟那个阿嬷说：“我们只是房客，我帮不到你什么。你需要帮忙的话，你去找房东。”去找房东。This is wild 哎 ！Oh my god，yeah。OK。然后过后，那个房东有跟 Christina 的妈妈说，他最近晚上一直睡不着觉，直到早上才能睡觉。因为他妈妈叫那个阿嬷去找房东。I don't know， 不懂是不是那个阿嬷真的去找那个房东 ？Oh my goodness！ 也所以房东一直睡不着。But for Christina， 她一直都没有看到东西，她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啊，还是察觉到什么。就只是晚上她在睡觉的时候，她会听到窗外有人一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有拉椅子的声音。搬东西搬来搬去移来移去的声音，可是你们不要忘记，他们住的是角头单位 ，Christina 房间的窗外就是那片森林没有走廊，所以不可能有人在窗外走来走去。还有，他们住最高楼，会有人在楼上搬东西吗？在屋顶？搬东西、搬椅子吗？Right， 应该不可能吧？Christina 也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几个月后是农历7月，我们都知道农历7月就是很像鬼门开，对不对？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Christina 注意到房东在喝 magic water。喝 magic water？ 呀，我相信他说的 magic water 可能是符水，就是你烧那个符在水里面，让你喝下去。我推测是符水。OK， 他也没有去想太多。然后有一天在农历7月的时候，他在睡觉，那个他妈妈看到的那个漂浮的阿嬷，在 Christina 的房间看着 Christina 睡觉。等一下，是 Christina 看到。所以可能Christina 在睡觉的时候，可能就起来，然后看到那个阿嬷看着他在睡觉，看着他睡觉。然后农历7月的第14天，OK， 就是7月14，他晚上要去厕所，他开门看到客厅的沙发上，那个阿嬷坐在沙发上看着他。Oh my god，this is crazy 耶，很恐怖，很多，你看到那么多次，真的很恐怖哎。对所以我看一次我就他的妈妈已经看到了，然后现在几个月后他自己看到。OK，so 当那个阿嬷出现在他房间的时候，他就知道OK 不可以了，他需要搬移这间屋子了。因为还有一次他在另外一个房间烫衣服的时候，对吗？他突然间感到一个莫名的冷风吹向他。可是空调、风扇、窗口全都是关着的，那个风从哪里来？那个冷风从哪里来？OK。什么？你懂？你在烫衣服的时候很热哎。对。So 他就打算搬移这间屋子，所以在农历8月的时候，他就要搬家。他就在打包东西的时候，他就叫他的妈妈在房间陪他打包行李。他的妈妈就跟他说，其实这间屋子很热闹，很热闹。不只有这个阿嬷。Yes。
不只有这个阿嬷在这里，这个屋子很热闹，所以我相信 Christina 的妈妈有第三眼。哦，可能他说他能感受到的东西，就是他能感受到，而他又看得到。对，哇哦 ，OK， 对 OK， 而且我在想，他的妈妈应该也是见多不怪了，因为那个阿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没有怕，他还跟阿嬷说，不要找我，你去找房东。对，还有那个阿嬷，我觉得可能因为那个屋主说他是第三个屋主，对吧？低价买过来的。Yes， 那个阿嬷可能是他以前住过的地方呢。哦呀，可能那个屋子是他以前住的呢，还有可能是就是有些事情没有办好啊，还是舍不得，所以他就停留在那个屋子里面，所以他们经常会看到那个阿嬷。他可能是之前的屋主。对。Yes, actually， 买房子的时候，对吗？因为新加坡的物价都很高。如果你可以在 below market rate，like maybe way below 低价买过来。通常是有东西的，对吗？对，可能有something is wrong，something is wrong， 可能是地点不好。OK， 我们讲说实话，可能有时是地点不好，可能是周围的环境不好。OK， 森林，对，可能周围环境不好，也很有可能就是有闹鬼的事情，有听过，所以就是卖不出。还是那个风水不好。就很多不同的理由，也有可能就是在那间屋子里面有人去世过，我们大家每次都说，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每次听到学长啊都会说，那间房间有东西耶，有鬼啊还是什么啊？这边呢，晚上有听到人家笑声啊，看到女孩子的身影啊，这些东西我们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就像我中学的时候，我听说过我们的 D&T 房间，学长就告诉我们，在傍晚或晚上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那间房间，我们 D&T 的房间，也不要靠近。对，因为你懂，有些学生就比较调皮嘛。傍晚的时候，大家都放学了，有些还有CCA 啊、课外活动这些，还会停留在学校嘛。他们有些是没有什么，也想要停留在学校，跟朋友一起玩耍，就调皮，去那个 D&T 房间啊，就遇到这种东西，你懂吗？所以我自己是在学校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有时这些东西可能是谣言。有些真的是有人真正经历过的，就像我们一个读者，我们一位观众叫 Alex， 他是在一所小学读书的时候呢，体验到有很奇怪灵异的灯光，还有看过一个白色的身影。OK， 小学，对，小学。Oh my God。我就不说哪一间小学哈，我就大概跟你们说是在乌洛的小学。OK， 乌洛哪里你们自己去想吧。门都很大哎。对 ，OK。So 他的故事呢，就是说有一天晚上他在家的时候，他在冲凉的时候，突然间他的灯光就灭掉了，大约有2分钟。他赶快喊他的父母，爸妈，不要再捉弄我，因为他以为是在捉弄他。可是呢，在暗的时候，那个灯光暗的时候就灭掉了嘛，对吗？通过不透明的门 ，OK， 不透明的门哈，他看到一个身影，一个影子，就像一个身体一样，很奇怪，对吧？在漂浮着，之后，他的父母就跟他说：“真的不是我们没有捉弄你，我们没有关灯捉弄你，懂吗？”然而，他听到了父母说真的不是他们，他就意识到，对哦，就是刚才在厕所的时候，灯关了之后，因为他的厕所旁边，他厕所里有一个窗口，他微微的记得，他看到一个身影在漂浮着。而他的手呢，就像从外面，从窗口外面想要伸进来。来，你在厕所，然后这边一个窗口，对，这样子，对，
他微微的想过来，诶，对哦，刚才好像有发生这件事情 ，OK， 就没事 ，OK。隔天他上学校的时候呢，他们有那个 P5NE show 要去看 excursion， 出去看 show，OK。到他们返回学校的时候，大概有9点10点左右了，所以那时候学校已经空荡荡 ，OK， 灯关的也关了 ，OK， 没有什么灯，只有有几位父母在门口等候那些学生，他们的同学。那时候他的同学呢就想要上厕所，但他又不敢一个人上，因为晚上玩很恐怖，因为学校没有人，对吧？所以他就请求 Alex 就请求他的老师说他是否能陪他的朋友上厕所，老师就同意了 ，OK， 说2个人走着走着向厕所走去的时候呢，他看到柱子的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衣服漂浮着，对，漂浮着，当时是没有风扇啊，没有风的 ，OK。那个衣服在那边漂浮着，那时候他就问他的朋友：“诶，你有看到吗？”他朋友也看到了同一样东西，对，他们就二话不说，他们就赶快走向厕所，快点上厕所。他们上完厕所呢，走出来的时候，他就看上第4层楼，也就是他们最后一层楼的学校里的最后一层楼。他看上去的时候，他又看见一个白色身影在那里。当时他又问他的朋友：“诶，你有没有看到啊？楼上，那白色的。”他朋友说：“啊，什么东西？没有看到啊。”那 Alex 就特别的怕，他就赶快跟他朋友说：“我们现在立刻，快点跑走。” OK， 他们俩就快速的跑向学校的门口。之后呢，隔几个周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因为他住在学校的旁边，所以他看得到学校，看得很清楚哦。有一天晚上11点左右，他就看到一个灯，诶，突然亮了。他也知道，有时同学们他们有这个光合作用的项目，需要用到灯，OK。但是这个灯就很奇怪，这个灯异常的暗，异常的昏暗哦。但那个灯射向房间的时候是特别的亮。你想象 ，OK， 你看到一盏灯是比较暗 ，OK， 比较昏暗的。但是如果射到地板的话，诶，是特别的亮，就很奇怪嘛，对吧？应该会 fade 掉 ，right？ 对，就很奇怪。他就快点拍了几张照片 ，OK， 发去他的班里的群组里面，跟大家都在讨论啊。他拍照那个房间没有那个学校，因为他在学家校嘛，吓死我！他在家的旁边， okay. 他旁边是学校，所以他就拍照了，等发去他的群组里面，他班上的群组里面，有些同学就说：“诶，我好像看到有一个影子嘞，在照片中看到一个影子。”有些同学是没有看到什么。有些是看到 ，OK， 之后他的 hip face 就告诉他，其实如果学校没有特别活动，学校7点过后就不会允许任何人进去的，所以灯应该是不会开着的。然而这几天真的是没有特别活动哦，为什么那个灯会亮着呢？奇怪吧？然后这个谣言已经慢慢散播到其他的班的同学啊、校长啊，还是学妹啊这些，传到他的训导主任那里，而他的训导主任就告诉他朋友：“叫你们的同学不要再讨论这件事情，不要再乱散播这个谣言了哈，因为等一下来我们学校的同学们或老师们会感到害怕。虽然他们已经停止着散播这个事情了，但是这个灯还是持续了蛮多天的，直到有一天 ，Alex 开始祈祷。”他祈祷之后呢，这灯就没有了，就没有再开着了。
没有在晚上开着了。所以 Alex 就是很好奇，就是这所学校的历史是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对吧？但他在学校的时候也听过了很多不同的奇怪的事情发生。例如说，有一位体育老师呢，有一次在体育馆里听到有人笑声，而当时灯是没有开着的，是暗暗的，可是又听到有人在笑，就很奇怪。对，所以我觉得 Alex，可能那个东西是从家里跟到你学校呢，因为你说是在家里发生过的一件事情，然后学校又发生这样的同一样事情，让你回想起来，在家也是有发生过可是我觉得哇，你很厉害，你祈祷之后就没有了。百诗丽，你知道新加坡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闹鬼的故事。对，因为我们新加坡很多学校都是建在坟场上。对，对，我不知道 ，OK， 我不知道这所小学是不是建筑在坟墓这地方 ，OK，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给你们多一个暗示 ，OK， 这所小学是靠近乌洛蓄水池。哈，我真的很想知道是哪一间学校 ，Can you just say？不要，我怕你们听了，你们就不敢上这所学校。等一下我们破坏了他们生意，不好。靠近Bedok Reservoir 有几间小学 ？Can you tell me the comments？ 他不要跟我讲。但我们经常都说蓄水池，尤其是乌洛蓄水池，每次都会有闹鬼的事情，是出了名闹鬼的。对，所以有可能是因为靠近蓄水池呢，有可能OK， 有可能。我不知道，对，其实有没有可能？因为你刚才说可能是 Alex，在家里发生了事件，然后带去学校。对，有没有可能其实是在学校发生，他带回家的，然后就跟着他？真的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你在学校，可能你没有看到。可是你第一次经历的是在家里，对，可能可能是他从学校带回家的，对。可是幸好也没有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啦，只有看到而已，就还好啦。你刚才讲他们不是先看到一个白色的衣服在飘，对吗？然后看上去4楼又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子，对，我觉得那个影子在找他的衣服。Oh my god！ 我突然间鸡皮疙瘩，你懂吗？我觉得那个影子在找他的衣服，可能是同一样东西，可能是同一样的，只是可能他不要给你看到他的，我不懂啊，他的身体，只给你看到他的衣服呢。Alex 啊，训导主任叫你不要再跟人家讲了，你直接 send 给我们，让我们放上 YouTube。我们不会说是哪一间小学啦 ，OK？ 把你们在 comment 让我知道 ，OK？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自己去猜测是不是哪一间，但是我们不会告诉你，为了安全起见 ，OK？ 不要影响到学校。小学生所以他们很小，不要吓他们。对，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分享了2个故事。我知道Joey已经迫不及待要分享他的故事了。OK， 来。OK， 我要说的这个故事呢是 Elson 跟我们分享的。OK， 这个故事不会很恐怖，也不会很可怕，但是还是有异常的，就是关于家人之间 Elson 的阿嬷过世。这个故事发生在2023年12月，Elson 的阿嬷感染了 COVID， 然后也导致他无法治愈的骨髓炎。骨髓炎 bone infection。 对，这个骨髓炎呢维持了14个月，医生就跟他们说把阿嬷带回家临终关怀然后在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Elson 可以看到阿嬷其实已经失去意识了，
然后也看得出他在跟死神挣扎。然后 Elson 又想到，很多年前他的阿公要过世的时候，邻居过来他们的家，跟他们讲，这个邻居有第三眼。OK， 这个邻居就过来他们的家，跟他们说，他看到他们的家门口有一个牛跟马的影子，在门口要进门，可是进不去，因为有一盆仙人掌在挡着他们的去路。然后牛跟马的影子 ，and 他的阿公要过世，我想他说的是牛头马面，可能他们是来迎接他，对，来等阿公的呀。所以他想到这个故事过后，他就当天就跟他的阿姨说，叫他阿姨把阿嬷家门口的盆栽拿一块红布还是红纸盖住。OK， 然后这个是5点的时候，他交代他的阿姨，晚上1点的时候，阿嬷就走了。同一天，不过在他阿嬷走之前 ，Elson 是自己在自己家里的房间，然后他要睡觉，可是他又感觉有一个预感，阿嬷会撑不过今晚。OK， 在他接到电话通知之前的几分钟前，他要睡觉的时候就闻到一股味道。准确来说，他闻到快熟面调味料的味道。然后过后就接到电话，家人告诉他阿嬷过世了。他琢磨一下子，想一下，上个礼拜 Elson 才捉弄他的阿嬷，叫他的阿嬷起来煮快熟面给他吃。就好像小时候一样，阿嬷每次煮快熟面给他吃。然后在丧礼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远方亲戚过来，这个远方亲戚呢是一个法师，一个 medium， 他是 legit 的。Elson 说他是 legit 的，因为他跟家人说话的时候说到阿嬷过世的时间点。可是阿嬷过世的时间点，他们没有跟任何人说，只有很亲近的亲戚才知道。对，可是没有人跟这个法师亲戚说，可是他知道。然后这个亲戚法师就有跟他们说，阿嬷现在在一个很开心的地方，也在一个很安详的地方，让他们不要担心。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个，他闻到一股快熟面的味道，让我想起，因为我的阿嬷也是最近过世嘛。哎呀，等下我会哭了。没有说，因为我一直在找，天哪，没有，因为我一直在找我跟他的照片，我想找就是近期我们有没有一个就是比较我笑他笑的，所以近期我就一直在找，有没有我跟我阿嬷的，就是一个美美的照片，就是我在笑，他也在笑的一个很美的selfie一样。就我记得是有，但是我一直找不到，所以我也问我姐姐来，你帮我找一下，是不是在你电话里？您知道有一天，可能前2个礼拜吧，我就突然间梦到我的阿嬷，她是在家，然后我出来回来的时候，然后她就叫我坐下，坐在她旁边，然后就拿起手机，然后跟我拍照。selfie， 他就就I mean 你这样讲，我也在想，可能是因为就是Elson 叫他的阿嬷帮他煮面嘛，起来帮他煮面，可能是他的阿嬷就是真的是要来帮他煮面哦，这样就是让我想起，因为我自己也是有经验，就是我的阿嬷真的是来突然间来我的梦，然后就叫我坐下来跟他拍照，连我就有那个跟他的selfie，因为我一直找不到。OK， Oh my god，吧，可能是一件好事啦。其实，对，可能是阿嬷也就
就是有听到。我相信你懂吗我相信 Elson 跟阿嬷的关系很好。呀，因为他还会好像想到之前的故事一个事件，然后跟阿姨说叫阿姨拿红布盖着，因为他可能也看到阿嬷很辛苦在挣扎，对，信也好，不信也好，不过就是世事无妨嘛，对不对？对你做一下，对，有些事情真的是你真的是说不过来的，无法解释的。对，可能真的是你觉得没有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在另外一个人会发生的事，这不一定。不知道 Elson 现在每次吃快熟面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他的阿嬷？可能会 OK， 大家我没事 OK。现在我就来说我的故事，因为你说到味道对吧？我们这个观众叫 Tommy，OK， 他分享了关于香水味被深深吸引住了，还有一个小女孩跟着他的故事。OK， 在这之前，你们有没有曾经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香水味？被它吸引住了，你就会转过头，是谁的香水这么香呢？I mean， 我是那个我很喜欢走过，然后人家转过头看我，然后问我，你喷什么香水？我是那个。所以呢 ，Tommy 呢就是被这香水味深深吸引住了，而有一个小女孩跟着他的故事分享给大家。OK， 所以 Tommy 是从Sarawak 来的。OK，2020年的时候，他就来到新加坡工作，在一间公司，他也不想透露公司是哪一个公司。希望我们能理解，Tommy。OK， 没事的。OK，So Tommy 就说，他是在这公司担任了清洁工。OK， 当时他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其他的员工还有保安有曾经就是告诉过他有很多很奇怪的事件发生，就比如说听到一个小女孩的哭声啊，还是有曾经看过一个黑影子从2楼走楼梯下来啊这类的。可是他也没有觉得恐惧，还是害怕，只是好奇。所以有一天他上班的时候，他经常都是9点开始，可是他每次都会7点半已经到了公司，开始打扫卫生，丢垃圾之类的。所以呢，有一天晚上，只有他和保安2个人在公司的时候，他已经清洁了第1层楼，他就上去第2层楼的时候呢，电梯门一打开，他就闻到一个很香又很吸引他的香水味，他就感到很好奇，他就走出电梯，他就左看右看，没有人啊，所以他就走向另外一个电梯看是不是有人在了。就是没有看到什么人，所以他就走回第1个电梯的时候呢，突然间那个香味就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你是说从那个香水味很重，到完全没有？对，完全消失了。那他就觉得很奇怪可是他也没有多想，就继续工作。然而另外一天，他在公司的后园打扫时，又闻起了这同样的香水味道。他又去寻找，香水的来源是从谁，还是从哪里来的？可是又是找不到，又是同样的，突然间消失掉。那时候他就感觉到很奇怪，可是他也没有跟保安说，还是跟其他员工就讨论这件事情，他就算了。所以他就在想，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可是他只是好奇而已，没有害怕。然而有一天，那个保安就跟他说：“Tommy， 为什么你后面有一个女孩子跟着你？”Tommy 就说：“
怎么可能？我只是一个清洁工哎，怎么可能有一个女孩子跟着我？那个保安坚持的说：“是真的，有个女孩子真的是在你后面跟着你。”当时 Tommy 只是觉得可能保安是胡说八道了，可能真的是在捉弄他呢，也不可能误导他是另外一个清洁工，因为公司只有他一位清洁工人。所以到现在 Tommy 只是保持着怀疑和好奇的心情，因为他无法忘记就是保安跟他说过的，诶，有一个女孩子跟着你。同样的，他也无法忘记这香水味道。对，我觉得我能理解你 Tommy， 因为就像我好像对某种味道会让我想起诶以前发生的美好还是不好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人的嗅觉很有趣，就是嗅觉会让你想起一些感受，还是一些回忆。对，我知道有些味道会让你想起一些回忆，不过我没有。让我想起回忆的是歌曲啊呀。OK， 那我呢？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味道，我到现在我也无法忘记，就是我 COVID 的时候，我中 COVID， 那一个礼拜，我一直闻到这个很臭的味道，真的很恶心。就是发霉的食物加上呕吐，加上龙岗的加起来的那个味道很恶心，真的是 even 我恢复了之后，我还是持续的闻这个味道，大约有1个月，这很恶心。就我要吃东西的时候，我就那个味道我就吃不下了。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味道怎么会有这种味道的？怎么你 COVID 的时候不是应该嗅觉、味觉都没有什么感受的吗？对，我就感觉很奇怪哦。可是我就像 Tommy 讲的哦，就是无法忘记这就很特别的味道啊。明白，你闻到的味道很奇怪哎。对，我也不懂，可能有些是香水哎，美好。我也是有香水味，我一闻到就想起那时候的美好记忆。OK。好呀，So 现在我们已经分享了你们的4个故事，也恭喜 Christina、Alex、Elson 还有 Tommy，OK， 你们可以获得我们的其中一个商品 ，OK， 你们自己选 ，OK， 我们会就是去联络你们，记得要回复我们哦。如果你们也喜欢我们的零度空间的商品呢，你们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灵异故事，还有记得我们有那个 Super Thanks 的功能，如果你们也想要继续支持我们呢，那我们也会很努力的 ，OK， 带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OK， 所以记得有 Super Thanks，OK， 对，让我们呈现更好的作品给你们，还有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去做多一点 content 给你们。对了，谢谢收看零度空间，记得点赞、收藏、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再见。